Hello， 大家好，我是子耀，欢迎大家进入我们今天超能力学院的直播间。今天是我们超能力学院的账号的第一次直播。那么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了冠军选手林鹤和冠军导师法明，和我们一起参与本场直播，回顾他们的比赛的旅程，聊聊他们的成长和未来的发展。Hello， 大家好，我係法明。Hello， 大家好，我係冷我看林鹤跟我一样都在学粤语的过程当中。那这里边呢，我们也预告一下，就是在9月的13号，我们超能力学院的首场线下见面会会在我们的马来西亚的吉隆坡，然后进行我们的这个线下见面。接下来呢，我们首先进入今天直播的第一个环节，我们大家一起来回顾一下你们两位在比赛过程当中的一些精彩的花絮。其实呢，我看到你们在节目当中从初赛到决赛给观众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那就是这个林鹤的笑容。我们先放一段这个有关林鹤笑容的片子，因为这个片子是我们的一个热心的一个观众帮我们剪辑的，我们来请看大屏幕来。我今天心态嘎嘎好，不是我能控制的。看两位脸上也有这种挂着这个笑容，隐藏不住的这个激动。有一个问题就想问一下，采访一下林鹤，就是从初赛到决赛，就是一直挂着这个笑容，你的一个想法到底是怎样的？微笑会带来好运，是因为这句话吗？哎，有可能，都说叫这个超能力学院嘛。那你说我有什么超能力啊？就除了会算八字、会看风水，对吧？我觉得就命好，命好。爱笑的人命永远不会太差。其实是自己平时的一个生活态度啊，就是延伸到一个节目上。就是我觉得就是录节目，它是一个综艺，对吧？我觉得还是就是发挥出来自己平时的这个感觉，我觉得比较自然。对，就是微笑面对人生嘛。对，无论这一个比赛多么紧张，多么这个残酷，其实都是笑对人生，笑对一切。对，那其实你在这个比赛的整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你认为最艰难的环节啊？就是最艰难的环节，我觉得应该就是我在凯利古堡最后的那段时间吧。通过开天眼呀、上瞳啊这些东西，都是自己搞得比较难受。然后呢，这个当时是法明老师，我也不知道从哪儿知道的我，然后就跑过来，我也是看视频才看到的。这个是我们工作人员有跟你的导师讲嘛，说这个上瞳了，赶緊去。他不是這樣說的法明啊，你學員咧舐嘢啊，舐嘢，係舐嘢。說的嚴重一點，你才能趕快跑上去嘛，對啊。當時反正就是，覺得是無依無靠的感覺，就是覺得被圍攻嘛，對吧？然後直接尋聲救苦，對，就來了。其實我覺得法明老師當時就是給我一種特別可靠的這麼一個感覺。為什麼說感動呢？就是我從小到大啊，就是很少有這種，就是突然就有人過來救你來，就是我覺得這個才是特別我感動的一件事情。沒錯，就是因為我覺得也有可能八字身旺吧，就都說叫身旺無依，身弱無靠嘛。我就是那種身旺無依的人，靠自己，要靠自己。我也想問一下，就是法明導師，你在那一刻，你的內心當中是什麼樣的心理活動和想法？其實我挺年輕的就有父親那種感覺，長輩嘛。長輩對於我們的晚輩，因為在我們的通靈界來講，因為這種事情呢，我們是經常會發生。那也就是說，在習慣咗噶啦，已經其實係習慣。對啊，就是在我教他們通靈的時候，因為他們很難一開始的時候很難接受那股強大力量去進入我們的身體。很多時候，要不就嘔吐啦，要不就暈倒啦，要不就可能自己在那邊舞蹈啊等等各方面的。那我們作為老師、作為師傅來講的話，我們為什麼老師就建議他們永遠在我們身邊？我們會一點一點的去教他們，你們一定要聽我們的話，然後要該怎麼走。因為我們通靈來講，就好像林鹤這樣子啦，他是剛上頭沒多久，那他已經進入了第2階段，當然這個是天賦。
是吧？那有很多的一些人可能刚开始的时候只是我们所说的一些跳大绳啊，或者击童啊，或者各方面，就是他们上身的时候会有比较大的动作，那我们就会有一些扶童在旁边帮忙扶着。也就我的弟子，然后会在旁边看着他不要乱来乱倒这样子，然后慢慢的我们一点一滴的去培训成好像就是我上头了，你根本不知道我上头的一个阶段，就看不出来，看不出来的。我们要练习到这种才叫真真正正合格毕业的，是这样的啊。所以临课的那一刻就是这。就已习惯了，就是他有问题，可能所以我也会随时留意的，他们到底有没有出现问题，然后不管是临课也好，或者离雷，又或者展兵，又或者所有的学员，他们只要一有问题的时候，我就会冲过去帮他们去做这个事情。其实就是我理解的就是一种本能的反应，就像一位这个老师或者一位大的家长看到自己的这个学员，看自己的孩子。突然出现了一些问题，你就本能就冲上去了。因为其实我个人会感觉到，就是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在拍着林鹤的这个后背，然后再安抚他，其实是先安抚了他的情绪，等他稳定下来以后，你再用你的这个能力去帮他去做清理，是吧？因为有很多的这种阴灵啊等等之类的去围绕着他嘛，所以这个我就觉得特别温暖。那在这里面呢，我还想问林鹤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让你总结，你能够最后夺冠的3个点，你会觉得是哪3个点？我觉得第一点啊，就是老师好啊。为什么呢？太推崇了。不是推崇，不是推崇。您想啊，打个比方说，我当时在印度村，我要是不行了，您说我后续还有没有这个体力去参赛？对吧？然后凯利古堡那天那么紧张，就是好像是就是猜那个。箱子里是玉观音的那集，当时如果说我体力不支了，那后面您说我还能不能再继续参赛呢？对吧？所以这个体力其实也是，就是能拿冠军的一部分，而且呢，就是有法明老师在呢，我就心里会比较有底。没错对，心里有底。我觉得我利用甭管什么方法，我都有人去保护我。不仅你有底，我也有底。万一有出什么事情，法明师傅快过来做法。你看我们现场的女主持人 Miko，不也不舒服吗？对。然后当时法明老师也是帮他去做清理呀，解救他的这个情况啊。对。我们让所有的工作人员，包括选手，都有一个这个底心里面。对。其实我觉得有底是一个很重要的，因为老师。这个一直在给做急救啊，自己随便的把自己的这种最大限度的这么一个力量给它发挥出来，对吧？所以我觉得老师是最重要的一点。其次呢，我觉得第2重要的就是心态。其实最开始刚上节目的时候，我特别紧张，就是当时是那个说3个房子哪个风水出凶宅，用罗盘看风水。对，哎呦，那次我其实特别紧张。然后道元老师说你罗盘拿错了，我是这么看的，是不是你真的紧张还是怎么样？不是，他那天啊是您们老师的后面有一个大屏幕，对，然后那个大屏幕呢，因为它是每个方向都是不一样的，我得给它立起来，我得对照它，哪个方向哪个方向，对，因为这个就没法平着看了，因为在导师的这个面前，他是觉得，好像你为什么拿个罗盘对着我？对，但是你其实是对照着后边那个平面图的角度。对，看风水不能说我口说无凭啊，我得把它这个刻度给它对照好。对吧？这样才能够更精准、更直接的去确定这个风水。没错。但是那天很紧张，还是说错了。但是你那一天也笑得很开心啊。其实我刚来这个节目的时候，我的想法其实就是能入围别丢人，其实就行了。重在参与。对，重在参与。结果当时入围了，那肯定高兴啊。对。我跟您说，我入围那天比我拿冠军都高兴，是吧？就是你原本想到是1轮游，没想到进入下一轮。对。至于说能走多远，不知道，反正开心。对。最主要是一个问题，就是你知道在整个过程当中，当然了也看到视频啦。我看到了，先跟道元老师鞠个躬。对。然后那个过程，道元也说了他很多不对的事情嘛。对。然后他走过去道元那边，那我就心想，这孩子有点癖好，喜欢听批评，我才在癖好。其实呢，就是道元老师讲的也很对啊，就是他很多东西呢。就是你确实是看错了。那我从小其实对我的一个教育就是，你错了就要立正站好，
你错了就要承认，你错了就要改，对吧？而且我个人感觉啊，我还很年轻，对吧？对多挨点骂其实是好事儿，没错，经得起风雨。天天大所以我就说有点癖好。我当时的那一刻，我太少骂了，整个过程。就天天大家捧着你，然后就是最后你身边是没有实话的，对吧？所以说被包围了。我觉得大家还是应该对我做出很多批评。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对的事儿，就是我看到有人批评我了啊，我就会改的。没错。好，未来的路我也懂了。所以法明老师，我觉得其实您说的这个癖好呢，反而我会觉得是林鹤这种。他想进步嘛，所以他接受来自社会各界，或者说是老师，或者说是用户对于他的一些建议，那通过这些建议呢，才能更好的成长。我觉得是一个年轻人，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心态。对。那第二点就是心态嘛。对。那第三点呢？第三点，我觉得就是身体的健康和精力。精力就是你在。跟道元老师的一个口号一样的吗？我有6块腹肌，我现在体验一下，勉强8块8吧。块腹肌，未来的目标8块腹肌。因为我觉得甭管说是就是搞玄学也好，你肯定要强身健体的，对吧？强身健体也是保护自己的一种嘛，对吧？再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当时是参加超能力学院的时候呢，就是其实，在最后啊。就是立安志一直在拍，然后我们选手其实也是身心俱疲的。对，那这个时候其实不仅仅凭运气，不仅仅凭老师好，而且还很拼体力的。OK， 那其实我要跟2位同步一下，你们看不到弹幕嘛？我们现在屏幕前已经有超过2000位这个观众在看我们了，感谢大家的支持，感谢。那其实成为冠军的那一刻，梁思浩老师跟你说：“哎呀。”林鹤是冠军了，那一刻你有什么样的一些想法？其实当时啊，我觉得有很大的一个运气成分在里头。运气成分。对，所以说，就回归到超能力学院的这个主题嘛，就是我的超能力是什么呢？我觉得就是运气好。当时后续有学员这么问我，我也是这么说的。包括说我就是。还是挺有感触的啊，就是一路走来有很多老师啊，很多同学呀，就是一直也是在鼓励我呀，就是很多东西是节目当中没有拍到的，比如当时像MX， 然后还有慧慧还有小文，其实就是在后台一直都对我鼓励，因为最后在决赛的时候我还蛮紧张的，就在那休息的时候，他们一直在鼓励我呀。然后包括说，其实也很感谢梁思浩老师，因为他当时就是为什么我一回北京我就健身去啊？当时因为我有的时候老含胸驼背，然后他没有不太精神，对，就看着不太精神嘛。然后他就跟我说，哎，男子汉要有精气神儿，然后要挺直腰板儿，对吧？然后我回去我就赶紧就约了个私教练健身。那其实刚才林鹤有提到了，就是在他的团队里面，这个大家的氛围。很好，很不错。那我们今天也准备了一条片子，就是说给大家看一看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林鹤包括法明老师的这个战队，也跟大家去回顾一下。我最想跟法明老师学通灵吧。好多。喺度係嘛？刚才就是感觉这。哇，你终于笑了，那行了。术数加通灵哦，你是最强的，好吧？不是，我一想到就是教这些东西啊，还有跟大家一起的这种特别开心的时光啊，我觉得我们会经常联系的，好吧？来，没事，就舍不得。来。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画面呢，我觉得我自己看到我也觉得会有感触的，因为大家这段时间过得真的是有开心，有这个激动，有悲伤，但是呢，我觉得都是能够给人带来无尽的力量的。因为我感觉林鹤看片子的时候眼眶有点湿润了，来大家把那个镜头能不能拉近，对准林鹤的这个眼眶啊，有点湿润了，确实。我觉得无论对于谁来说，对于导师，对于我们的学员，那一段
在马来西亚的回忆，我觉得是大家可以铭记一辈子。那在这里我们直播的一个现场，林鹤有没有一些话想对法明老师说的？让他酝酿一下吧。其实当时是有很多的学员在旁边不停的一直在鼓励着他，好像有 MS 啊，小文啊，慧慧啊，那都在旁边一直的林鹤有没有事？大家都非常的担心，然后他们也在好像 MS 这样子，其实他也在旁边，他想施法，然后帮你立刻去稳定这种情绪啊之类的这样子。所以其实很多的学员一直在旁边给他的很大的一些鼓励啊、支持啊这样子。所以当时林鹤就是醒的那个，也看到大家不停的在给支持他。对啊，所以包括刚才回顾那个片子里面有一句话，我觉得是法明老师说的，就是，哎，你没事就好了，因为夺不夺冠其实没有关系的，对，最重要的是你人健健康康的，是没错。因为当时他的元神就是我们有3魂嘛，然后挺调皮的，林鹤一魂就跑去地府，然后就跟他那么爷爷奶奶在那边聊天，另一魂又跑过去在外面给人家围殴，另一魂呢在遥望天空，完全不理这个本体。怎么叫他们不回来？所以说当时的情况也是比较复杂，对，这个紧急的。那说回林鹤，就是你有没有一些话想对你的导师讲，就是在节目当中没有讲出来？其实，就是我有一句老话啊，都说，就是说什么才是最深厚的情感呢？就是过命的交情，对吧？我跟法明老师其实都是过命的交情，把你3魂给喊过来。其实当时，哎，真的就是怎么说，有点无助的，有点无助的，就是其实一个人。在这种特别无助的状态，然后突然有人就是能去依靠，或者突然有人过来救你来，其实，哎，当时真的我说句很不恰当的话啊，就是我觉得我要是女的，我这辈子都跟您了。啊，你就嫁给他，我就嫁给您了。我有老婆，我中国只是一夫一妻制啊。我取向也是正确。对，就是林鹤的意思是他打了一个比方，因为。感觉法明老师是一个很值得可靠的人，没错，值得托付，对吧？对。因为在现场那么复杂的情况之下，那么短的时间，那么难的比赛的项目，是。那如果说你不能够相信我们的导师，其实没有办法达到今天这个成绩。是，你说我要是个女的，我还能以身相许；你说我要是个男的，你说咋以身相许？太肉麻了，太肉麻了。那就我觉得，虽然说不一定说你们2个人啊，其实是我觉得我们可以一起和我们的超能力学院共同陪伴我们的这个观众一起去成长，因为我们未来还会有第2季、第3季，我们还会走得更远嘛。那说完了林鹤，其实我也有很多问题想问一问法明老师的。那比方说，当时你在训练选手的时候，其实你是3个组当中，我觉得是最为这个严谨的。为什么呢？因为你是在黑板上面写字，而且真的像大学的教授一样的一板一眼在教学。那你当时的一个教学的一个目的是怎么样的呢？因为我们通灵界跟术数界其实有点不一样，就是术数界我可以看八字啊、看风水啊、看书籍啊，或者是在实践当中不停在那边成长。但是通灵不一样，通灵它是我们连接高维。当我们一连接高维的时候，什么叫高维？就是施工，或者是一些比我们能力更强大的一些神灵，然后它会赐予我们一定的力量。当我们接受这个力量的时候，我们人体的所有的灵感官或者机能，所有东西我们都会扩大。也就是说，我们的七情六欲或者我们的很多的一些法力，或者特别是欲望，特别是我们的心魔，它会壮大，就会出现了很多不理解的事情出来了，又或者可能对四维世界的一个未达到一定认知的时候会恐惧，会害怕。所以当时的那一刻，因为我教的都是灵感观，教的都是通灵，或者我们所说的一个上同，其实它里面是包罗万象。那所以我只能让他们首先去学习一下四维世界到底是怎么样的，我们怎么跟三维世界去进行联合，然后元神其实就是三维跟四维之间的连接点，在它接受了这个能量的时候，传到我们的身体，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我要让他们清楚的认知到，其实一讲出来的所有东西，其实就很通很白，没这么恐惧，没这么害怕的。而且我们到底怎么去
训练啊，或者提升自身的能力，然后可以用到四维给到我们的灵感，去帮助更多的人。所以当时我就用了一个这样子的教学目的，因为在这一块，说实话一句，通灵界很少有人进行去教学，对，因为太玄了。没错。然后法界也是，基本上可以说，我不知道怎么讲，我就是法力怎么体现啊？它是虚的，没有这个具体的维度，因为肉眼看不见嘛。对啊，就三维世界它看不见嘛。然后再一个就是，它其实是一个变化很快的一个事情，它就是有一定的风险性嘛。对，因为其实，在林鹤学习的时候，它是有上瞳啊、走魂啊等等一系列的情况，而且是千变万化的。没错。那我们在八字来讲的话，那你可以看很多的书籍，有很多的门派。我们的法本，说实话就这么厚，没了。对。里面所有东西都是心传口教的，那怎么办？他们出了问题，我到底怎么解决？我出了问题要用什么符咒？如何去承接算？全都没任何的指引。那我们只能通过实践，或者通过师傅就是教我们经验，然后一点一点的磨练出来。没错。只有经历多了或者看多了，然后你才知道对方发生什么事。但就有些东西呢，就是我们知道了这个，就好像知道三维世界有很多条路，我能看清到底走哪一条，其实人就不会这么慌。但四维世界一样都是这样子。我打开的时候，其实我就是一个小孩子，我不知道未来的世界到底怎么样。三维世界，我爸妈在那边拖着我们到底去走，到底有没有骗子，有没有所有东西？我去触碰一下风扇，他立刻叫我停手。四维世界没有啊，你自己去探索的时候，你就等于一个娃娃就在那边爬。我到底走哪里？我不知道。有可能前面是一个骗子。我也不清楚。对，所以在这里的话，我觉得一个有经验、有能力的一个老师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四维的世界和神通的这个领域当中存在着很多的幻象。对，如果说你是一个没有经验的初学者，我建议大家啊，真的不要随便的尝试，因为我们之前在法明老师的自己的频道叫这个法明零距离，我们也讲过什么是天眼，什么是元成功，什么是这个通灵，什么是这个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灵感。那包括很多朋友留言啊，想要去跟法明学习啦，这个有关于神通的一些常识和知识，然后也可以通过他的 WhatsApp 找到老师的助理去报名。那当然了，也要关注我们林鹤的这个叫林鹤说的账号啊，搜索林鹤说可以关注到林鹤的这个个人的一个账号，当中也有很多林鹤自己的一些学说包括八字啦、风水啦，也会有一些这种运程类的一些东西，我看过，非常的精彩。对，那好，我们回归到我们的这个比赛的这个环节当中啊，就是在这3个学员当中，法明老师当时是不是就在比赛之前就已经做了这个预测了？就是林鹤，他可能是你最看好的，那你为什么会这么笃定的去做这个预测？我预测的是3个学员拿前3的我我没打算有风水他们存在的。这一集能播吗？就是所有的1、2、3名都是法明战队是吗？对啊， okay. 我哪是这样的？你看我选的3批其实都是黑马，很多人都在问我法明，你选的标准是什么啊？因为他们厉害。对啊，就他们厉害啊，全不是通灵的，就是术数的，就是天赋型的，我3个都是天赋型啊。但是道元组的几位也挺厉害的，其中还有慧有参加过通灵之王第1届的，然后包括像风水组的菲菲也超过参加过其他的这个综艺，也获得不错的名次，但是你还是觉得没你的学员因为不一样啊，慧他是参加过比赛，他带着很大的包袱过来啊，他是有心理压力啊，有心理压力。对，他不拿冠军的话，说实话那句他也对不起他自己，但是这个包袱会令到他压力很大。是的，是不是啊？然后我展明是什么？一个新人嘞，才20多岁，20出头，是不是？而且他是天赋型，天也从没关过，而且爷爷也是福德也在，所有都在怡保，也没人不认识他爷爷他爸爸，是不是？那可想而知，他就是一个天赋型。只不过他紧张的嘛，整个过程他都紧张的嘛，他不后面的小测试他全中这前面比赛的只要比赛他就不中，他只是心态问题吧？对，是心态问题，因为他太小，但是不代表他的天赋不行。这个那力类就更加不用说啦，是不是？那现在可想而知，有很多人都不停在这边找力类了。是，你看我选的3批都是黑马，没错。那我已经3批当中进了2批了，那你可想而知。
我正常来讲的话，风水算了，是不是啊？风水算这一句话一定要剪给风水看一下。但是风水组的这个学员也很强啊，比方说像菲菲啊，这个 Iris 啊，包括小文啊，你怎么看待这3位选手？那小文很明显的是，我当时就已经没按了，他是有这种天赋，非常好，但是一样东西自修。自修就是没有这个章法。对，没章法，而且他自修的年份不高啊。菲菲他自修的年份高啊，所以他可以在通灵界来讲，他也可以作为一个导师，可以做导师了。对，就像你在评论的就选择的时候啊，你说原本你其实可以做导师的不？对，那当然了，这个是事后才说啊。那一开始的时候，就是不知道谁是冠军的时候，我已经说菲菲是导师了。对，那菲菲是导师，我宁可拿冠军了啊。原来这个有后手等着我们这个是未知之数来的，说实话的。其实我个人也比较看好MX，其实我也觉得他也是一个蛮有潜力的选手。我们3个都按了。对，因为 MX 好像是唯一的3位导师都有选的一位选手。那你怎么看待他后面的一个发挥呢？MS 就是我只能用我的学术、我的通灵来讲的情况之下，MS 也有几率去搏这个前3的。当然现在也是前3是吧？我是打算我全组前3的嘛。选了 MS， 我也打算他是前3的。所以侧面来讲，其实他也很强。他很强，因为他在你的意料之外，他杀入了前3。对，因为正常来讲的话，他就是在我的概念中，我培养的所有的学员其实都是以通灵为主。就是我以通灵、以法术打底，然后再加上一个他自带术数的，那这个双结合了就已经。那好像 MS 的情况之下，如果就是我在培训，我会完全加强他所有的通灵。就让他的通灵可能就是他现在不是在看一些比赛的时候，他只是猜到某一个小点嘛，可以增强到好像就是小文啊或菲菲啊、慧啊、丽蕾啊他们那种形态会出现，就是因为林克他有术数在身啊，他已经底子非常好，所以加强了直觉，对吧？或者开个直觉眼就 OK 了。但是他们是以气体为一个形状，所以他要晋升的是一个灵眼跟天眼的一个级别。所以他是可以做到的。没错。那其实在这里呢，其实我也想说一说我的观点。其实因为比赛嘛，首先它有胜负输赢，有冠亚季军。但是呢，我认为我们的3位导师，风水啦、法明啦、道元啦，其实大家都是有各自的一个学术的一个专长。但是我觉得可能这个比赛它也有它这个倾向的地方，因为它是以通灵力为主的嘛，所以可能是法明老师这一块会更强。但是如果说有一些这种，比方说是一道易经啊，或者说这种八字啊，或者风水啊，可能其他的2位导师也有他专长之处，也有他的魅力所在。所以我觉得没有最完美的人，只有最适合的人。对吧？最适合这个比赛的规则，最适合此刻的一个选拔。那其实我想问回林赫，就是你在参加完这一届这个超能力学院的比赛的时候呢，你觉得你最大的成长的地方是什么？最大的成长，其实我有一个 slogan 啊，就是来之前我对自己定的 slogan 是哈哈哈，就是见世界见自己见世界见自己。说为什么要来这儿，就是为了见更多的人我可能我在国内接触的都是一些搞风水、搞八字的呀，对吧？术数类的。对，然后呢，像女巫啊，包括一些乩童啊，就是真的面对面的去接触，这个是头一次。这次其实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成长，就是我各有各的法呀，各有各的道啊，对吧？而且呢，在这块也是受到了很多褒奖，也受到了很多就是所谓的对我的一些批评，对吧？我觉得这都是我应该去学习总结的。人不能说只看这个好的，不看坏的，对吧？对，所以说最后还是我觉得对于自己还是很有成长的，因为我从小都是这个样子。小的时候，比如说我爷爷教我的时候我就可能就是这个我就会反思，因为他教我的第一点就是告诉我怎么去反思一个问题。当你出现一个问题的时候，你是这个问题怎么产生的，然后你怎么去解决它。今天我所有的一切，所有的基础，对所有的这种我的人生观、价值观，其实都是我爷爷给我的，对吧？其实现在他是一个已故之人了，就是他在今年年初1月份的时候就已经去世了。就是其实挺想感谢他的吧。对。但是很多话但是我觉得爷爷在
天上也看到你拿了冠军，他应该有所欣慰吧？哎，他可能也是在另外一个世界为你感到开心。对，其实就是咱有一说一啊，我爷爷其实最开始是不太支持我做这一行的，因为我爷爷呢是后来他是有其他的工作，而且工作也是相对来说比较体面的，然后也是就是也是比较出名吧，可以这么理解。然后呢，他希望我走他的路。也希望就是他自己的所有的子女都能受到他的这么一个庇护。然后后来呢，就是也是我就是也是感兴趣吧，然后也是事儿赶事儿推到这儿的。我觉得命运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对，它就是会一步一步的把你引导到这个方向。对啊，然后我后来学了这个，我爷爷其实反对，他说你觉得这东西不好。因为对于他是老读书人，他觉得这东西就是认为人有三六九等嘛，在旧社会这个属于下九流的，算命佬嘛，下九流。然后呢，就是一直不支持我。后来我直接跟我爷爷说什么呢？其实我想看到更大的世界，是对吧？然后他才勉强同意说让我去学习这个东西吧，对吧？因为经常去接触不同的人啊，不同的事物啊，对吧？在这里呢，我听了林鹤的故事，我也会有很多的感触啊。因为，我觉得人类为什么会进步，其实是下一代的人不听上一代人讲的话。如果下一代人全部按照上代人的这个观点来做的话，我相信人类是不会有进步的。我们只有能够更多的这种反思、创新和有这种反叛的精神，人才会进步嘛。我小时候我也是被打过来的。我其实看上去我长得比较着急啊，其实我跟林鹤差不多是同龄人。其实我觉得有时候被打是一种幸福，是，就是因为你若干年之后，你回想起来，就是比如爷爷啊、父亲啊，就我父亲也去世了，就是他们二老吧，这个混合双打的时候，其实小的时候我就觉得很痛苦，现在想想，其实我觉得今天能站在这块儿跟您们去直播，就是让他们打出来的。没错。我觉得林鹤呢，通过这个超能力学院呢，又找了一个师傅。是的，如师如父嘛。所以我相当于他在往后的日子里面也可以扮演一部分您父亲的角色。对，我可以打了。这位父亲，你可以打，您不是说不打人吗？你不是不打人吗？你不是新式教育吗？那你既然有这种癖好的，我唯有迁就一下你了。我委屈一点，能不打就别打。对，就是能够动手的就不要动口，是吧？能够动口的就不要动手。好，开玩笑啊，我觉得大家的这种气氛都很开心。下次多个风水过来，气氛更加开心。OK， 那到后面呢，就比方说到我们的第2届的比赛的时候，如果还有一些想要追梦的选手，你有没有一些建议能够分享给他们的？如果有下一季你自己还想参与吗？下一届我还能参与吗？可以参与，但是看是一个什么样的身份参与。我觉得参与肯定是必要参与的。那肯定得参与啊！就是你有没有一些经验啊，或者说想法能够分享给一些想要追梦的一些选手？其实我觉得梦想就一定要大一定要大，要大，大不是大，要大啊！梦想一定要大大的梦想，自己敢想。OK， 你才有更高的成就。就是如果我不敢想，我拘束自己，我不向这个世界去展现自己，或者说我根本就不想去看世界，不想去看自己，你对自己的认知首先是不清晰的，再有一个你是错过很多机会的。所以我觉得超能力学院呢，其实是一个给我的一个机会吧，就是能让我去看世界，也能让世界去看我。对吧？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机会。回到一个主题啊，就是说要给他们什么建议，对吧？你给你后面下一届的学弟学妹有什么建议？因为我有太多想说的了。对，就是给他们学弟学妹什么建议？其实有一个建议，就是一定要保证好自己的心态。因为干这行嘛，干玄学这行很吃心态的。因为很多时候就好多人会说，这个 AI 会替代算命的人，或者说替代一些玄学的这些人。其实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 AI 是冰冷的，它不会带自己的主观意识的。但是人呢，会根据他的
生活的阅历啊，包括一些他的心情好坏呀，去有一些错误的判断。所以我觉得心态、心境这些东西，人可能是跟 AI 是比不了了，但是它可以跟自己比。对吧？你自己的心态足够强、足够好，你的内心足够强大，那你就会足够准。当然了 ，AI 不如人的也是这一点，因为人有心，AI 是没有心的。所以要有一颗心吧，要有一颗心，坚定的心，就是坚定自己，要坚定自己。而且很多东西就是，当时是有一个也是一个老大哥吧跟我说的，他说。要表里如一的，就是如果说，比如说我在赛场上，我还要去演一个大师，我绷着脸，然后我就起范儿了，就那种感觉，我会有更多的精力去放在表演上，对吧？那我就没有更多的精力放在我的学术上了，所以说要保持自己的一个本心，这个东西也很重要，所以这个是我给下一届参加。这个超能力学院的选手的一些建议还有一点就是选择一个很好的老师，这个太重要了。选择一个好的老师是你出现成功的关键。OK， 我觉得前面那个3分钟的就是不太重要，最重要的是选择一个好的老师。OK， 我觉得这个最后一点呢，对于大家来说很实用。那我们也抽空回答一下大家屏幕上的一些问题哈，就是比方说有朋友问。他说：“其他的参赛者也会参加见面会吗？然后我们的这个超能力见面会是在哪里举办？那这里边呢，我们也预告一下，就是在9月13号，我们超能力学院的首场线下见面会会在我们的马来西亚的吉隆坡，然后进行我们的这个线下见面。那首先今天我们在座的3位都一定会出现在这个见面会里面，因为我们现在有2000人的观看嘛。我希望。”那个2000多位朋友也能够一起来到我们的见面会，到我们的线下，对，欢迎大家与大家零距离，不能零距离，近距离接触，欢迎我们与大家近距离的接触。然后时间也确定了，就是9月13号。OK 9月13号，到时见。对，然后国外的选手也会来吗？国外的选手也会来的，但是我们现在还在统计这个名单当中。还没有确认具体的一些名单，当然我们有具体的信息会在我们超能力学院的官方的这个 YouTube 啊、FB 啊，我们去同步信息给到大家希望大家能够进一步的关注我们的账号。这个评论我要读一读，他说我也要做法明师傅的徒弟，可以吗？有缘吗？我今天才找到法明师傅视频看天眼，然后师傅的笑声很令人舒服。想一起笑，是不是你今天跟这位朋友做了一些这个预测？应该可能是啊，是吧？他说你的笑声感染了，别说你们笑起来还有点像，真的有点这个笑起来有点像。我觉得这一个评论，我觉得要问一问这个林鹤了，就是有一位叫小信的朋友，他说好想听你们说一说决赛猜玉观音的细节，这个细节能不能跟大家讲一讲？细节对，就是预测那个嘉乐的嘛，它有一个吊坠，然后你在通灵的时候，这个预测的一个细节，能不能分享？其实当时到了场上呢，让我去在3分钟之内去猜这个盒子里头有什么东西，但是呢，当时我考虑到一个问题，我用梅花易数它可以很快的去得出来一个结果，但是呢，得出来这个结果呢，它又得这个仔细的推敲。所以3分钟我觉得大概是不够的，而且呢，以我的经验来判断就是它这个，我不仅得猜是什么东西，就是之前就是这个样子，我得猜这个东西的很多细节。对，那你说这个梅花易数我怎么去解呢？对吧？那就需要的时间会比较长了。那么我就想，我正好了。择日不如撞日，法明老师刚刚就在楼底下在那拍摄呢，我刚看，看到我在附近是吧？对。然后呢，我说我就再用一次通灵试试，因为这个之前都准了，对吧？我这次我也必准，我还能准，对吧？我就我还告诉大家一个，就是在参赛的选手就是要有自信要有自信，自信很重要的，就是我有这个自信我就觉得我能猜准，然后我就用这个灵感观我就去感受这个里头是什么东西，然后当时的感觉呢，就是好像是
怎么说呢？就是我整个人啊，先飘在房顶上啊，先飘在你整个人感觉你的就天花板上，灵魂对对对，是吧？飘起来了，然后再给摁下去，再沉下去，对，然后呢，再使劲的打开这个盒子啊，但是使劲就是打不开，使劲就是打不开，使劲就然后就只能是反复尝试，包括有一期。他们也给剪辑出来了，就是我猜那个 Miko 手里头是什么？是一个戒指吧？我记得当时是，对。然后就是发明老师说这叫元神出窍啊，就是走到他的面前，然后去扒开他的手，然后掉在了地上，发现是一个圆形的金属环，就是这么一个感觉，所以说那天呢，我就尝试用这种灵感观去打开那个盒子，但也不知道是因为啥，是那块气场不太对劲呢，还是怎么着，反正就是，使用的这个就是我反复去打这个盒子嘛，就是反复的次数越多，然后就能感受到的这屋里站的人就越多，对，然后你就抖起来了，是吧？对，因为我知道这些人呢，就是三维世界是不存在的，对吧？看不见嘛。但是奈何它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而且我还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还。就说实话，后期是有点紧张的，就是我很想把这个盒子打开嘛，然后就使劲的去打这个盒子，所以就是，就是最后就不太行了，就起飞了，我最后就。那这里法明老师能就是跟大家专业的介绍一下，为什么他会有这种感觉？比方说他一下子飞起来了呀，然后又使劲打开盒子呀，然后又看到很多人啊，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过程？那当然了，就是他打开了这个功能之后呢，就是他的元神跟他的身体的一个脱离状态跟回笼状态还没有完完全全的去进行一种融合，再加上呢，其实他高龄在旁边呢。高龄在旁边，对他高龄在旁边，但是他不使用高龄啊，高龄也在那边看着他，然后让他去玩哦，有事的时候他才会出手。那林克他的元神他自己也就不停的在弄，就是我们可以让元神出窍，也可以就是教他们怎么去寻找对方，或者我跟他们什么叫心灵感应，其实也是跟对方元神跟元神之间的沟通跟聊天而已。所以那一刻他其实是元神出窍了。是有出窍就是他飞起来了，又下来了，所以就玩到三魂都走了嘛，各自去各自的地方玩，去地府的地府，在那边遥望月球的遥望月球，一边被人围殴，在被围打的，就是越来越多，围住他打他。对啊，所以去了3个不同地方，他说出了很多很多东西出来，其实就是那三魂自己跑掉了，本体不管了。那一天我们跟那个风翠包括道元来做直播的时候，其实他们也讲。你那个时候是在问米呀？他说这个情况是问米。那这种问米和通灵它到底有什么区别？它也不叫问米，也可以叫问米，其实原理是一样的，就是我们肯定要就是高维，就是我们的师公给到一定的连接我们，同时我们的元神也要跟我们进行连接，就是我们所说的，你可以叫天人合一也行，叫就是跟高维世界合一也行，就是。因为他在操作这种事情的时候，其实我们需要一个很大很强的能量，要不就是自身有自身的能量，例如法力、气功或者大自然的力量或者一些就是其他灵体给到我们的力量去进行这种探讨。所以当时的那个其实就是4号也在那边说了，整个地在那边震。其实我们在通灵或者如果有。就是这方面的能力的人，又或者是接触这方面的，其实也可以看到他们都会有这种磁场的一个变化。那由于林赫他是刚刚开始接触，他不知道怎么去控制啊。但是他的守护神一直在旁边，他一直告诉他听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包括好像他就是嘉乐的奶奶过来了，其实不是上身。是他的守护神，然后告诉他听他奶奶说什么，是这样子的一种情况，只是给到了一种共感，给到了林克共感，是一种共感。这个情况可能，我觉得我也想解释一下，让大家更好理解。就比方说，我觉得简单来理解什么是共感呢？就是我看到林克笑了，然后我通过屏幕看到笑，我也笑了。对。就是相当于一个能量的传递。那我看到林赫哭了，看到4号哭了，看到其他人哭了，我们也可能会悲伤。就是相当于有一个共感、共鸣嘛。所以其实是不需要上升的。就我有他的共感就行了。对，其实我觉得共感这个能力，很多选手也在用。比方说像在海选的时候，像菲菲
也共感那个主持人嘛，对，然后像慧，它其实也是一种共感的能力，所以它也是我们其中的一个法门嘛。那有朋友问，就是想跟法明老师一起学习这个通灵的课程，什么时候会开课？其实呢，法明老师已经在做课了，对，就是我们也已经在快马加鞭的去准备老师的课程。那当然已经有很多的朋友体验过老师的这个通灵的能力啦、天眼的能力啦、查事的问题啦，所以请大家耐心再等待一段时间，我们会应该是在8月份或9月份吧，把老师的这个课程推向给大家。有一位叫 YCC 的一位朋友，想问一下那个法明老师，高灵和元神是有什么差别？哦，这样的，就是我们的 body 呢，其实就是我们在投胎前，然后就知道爸爸妈妈的精子跟卵子的结合成了一个我们现在的机器人，一个 body， 这个是气魄，就是我们的心肝脾肺肾，这气魄都藏在里面了。那好，另一个就是我们的灵魂，其实它就是我们的三魂，也是太光爽灵幽精或者元神、阴神、阳神，这三个呢其实是抓着就是前世的所有的记忆，所有的东西过来投胎到这个身体里面，主宰着我们的所有的一些思维，或者一些未来的发展路向。它是基本上大家都是在肝部这里开会。那好了，在什么？在肝这里对肝那里开会，肝脏那里开会。哎，对，那个是会议室，谁抢赢了谁做主。哦，就是其实我们的就五脏也是有它的作用。对，所以大家一定要把肝给养好。有些人肝不太好的情况之下，很容易走魂的。少喝酒啊，然后多锻炼多强身健体。就是如果我们在练神通当然有讲一下这个学术不练神通的时候呢，我们的肝跟我们的心脏是很重要的。同时呢就好了，我们在通四维的情况之下，其实三维跟四维之间的一个结合点，其实就是这个元神了，就是我们的三魂。那我们要通上去的情况之下，除非你的灵魂跑掉，然后要不一样东西的话，它就很难接收到四维的一个信息，但是它在存在四维，由于它是一个结合点，所以我们必须打开一个通道进去，那就可以探讨到四维的所有的一些灵感观或者未来或者前世所有的发展，所以有时候打坐就能让那个连接点连到我们这边，但是我们是需要功能，需要可能是一些神通啊，又可能是查一些事情啊，又可能灵感观比较厉害的情况之下呢，很多这种呢，大多数都有童子命啦、童子煞啦，或者有一些神煞在里面。其实那个就是我们的四宫啦，就是我们的高灵。那在外国来讲呢，就是它叫高灵啦，有可能叫就是守护神啦，有可能老板啦、保镖啦等等。很多的一种叫法，有可能是阴司啦，有可能上方仙啦、清风仙啦、地仙啦、什么保家仙啦，就很多，其实就是你身边的一位保护神啦。那如果大家有看过修仙系，就是一个很搞笑的一个片段是什么呢？就是很多那些就是富二代，那中门富二代老是下基层去锻炼的，然后他们可能就是养气期啊或者助气期，好，永远就有个护道者，那个护道者可能是元婴期护道的，一人之下是吧？对，有很多动画片，它其实就是那个护道者，其实有这种人，其实也是可以说是一个修行者，也修得非常不错的。所以他是好像宗门里面的佼佼者，然后呢就有一个守护道人在那边帮他守着，他出现问题他就去打。所以那好，我们真人来讲的话，林克是不是有个守护神？然后黄大仙就是他的守护神了。那这个守护神呢，就不是我们所说的那些大领导，就是有些人可能就说我是玉皇大帝，我是七仙姑，我是什么张天师，我是6任祖师，幻化，对，不是幻化，他们是最高领导。他们是最高领导我们是就等于一个公司里面，你可以说他是老板，也可以说他是 CEO。然后呢，同时呢，下面就有很多部门经理，那个部门经理就刚才所说的，有可能就是黄大仙啦，有可能是狐仙啦，有可能是12仙啦，然后就管着下面的人员，然后让我们进行发展。所以你想一下，一个公司 CEO 会不会去照顾下面这么多员工？不可能，他就管重要的部分嘛。对了，其实我们可以这样子理解，所以在我们道教体系，我们都会张天师就是张天师，
玉皇大帝就是玉皇大帝，六任祖师就是六任祖师，所以从古至今都有一句话叫做真神不上身，上身非真神，其实就是这些大神他不会上身，但是有可能是他的一些弟子，例如上法仙，就是他弟子下来进行跟你的一个护法，有可能是地仙镇元子那边，然后呢派一个护法过来你这边，也有可能是狐仙，又可能是太乙真神等等各方面他的弟子啊，或者在修仙的过程当中很多还没成仙，又或者准备成仙，然后进行这边的护法，你成功了，他们也成功了，进行这样子的护法，但是大神是不可能在你身边的，对，但是他会无期照顾你。对，因为法明老师举了很多例子嘛，比方说修仙系，然后他们的这个职位关系等等之类的，可能对于我们屏幕前的这个观众朋友们有一点点深奥，但是没有关系。如果说大家想要跟法明老师学习的话，其实可以关注我们的法明零距离的这个频道，然后也可以私聊他的这个 WhatsApp，我们会有助理会去回复大家的一些提问的。好，那在刚才法明老师解答我们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有很多人还是想了解一些细节哈，我来回复一下，就是能听得懂吗？第2季的超能力学院同样还是这3位导师吗？可能未必，可能会增加，或者说是有新的面孔出现，因为我们是希望能够给到大家更多有意思、有这个价值、有传播性的一些内容的，所以我们会不断的去卷自己。让我们想到一些很有趣的一些内容呈现给大家。大家也可以在下面不停支持我，我就会上下一页的。没错，然后有一位叫弯弯的朋友，他说：“哇，我们的这个见面会很公益啊，已经报名了，会见到子耀吗？”会见到我的，有我的环节，你是请大家导师？期待。我不是导师，但是会有我的环节，请大家期待一下。然后香港会搞见面会吗？我们可能要看一下我们第1场在马来西亚的见面会的反响如何。如果说反响真的是很不错，可能我们也会去香港再做一次这个见面会，因为本来我们这个见面会基本上也是零门槛，就是只是收一个10块钱的报名费了，已经真的是很公益了。所以的话，我们其实也要考虑到我们的一个成本问题。各位观众能够多支持一下我们的频道，然后多支持一下我们的节目内容。希望我们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个收入了以后，我们可以做更多有意思的事情，有意义的内容。好，然后有一位朋友问法明老师怎么看待道元老师的能力，感觉你们好像交流不多。因为我讲粤语比较多一点风水，只不过由于叶德基风水他也講粵語，所以大家就是你知啊，即係老鄉啊嘛，老鄉肯定講嘢就會多少少噶啦。我知道啊，係啊，你哋都講廣東話啊。如果唔係今晚黑要就你哋嘅情況之下，我講粵語噶，大佬。我都可以講廣東話嘅。係啊，即係冇辦法。但係佢嘅問題應該都係問你對佢嘅賀數有咩睇法？賀手佢幾大啊？學術。OK， 有咩睇法？Sorry。學術是吧？據說這個他不是奇門遁甲很強大嘛？那一樣東西，當然一樣東西的話，因為當時緊張的時候就會拍手，我看出來了。沒有，繼續，繼續。你知啦，即係大家唔同地域嘅，咁樣傾偈就肯定少啲噶啦。咁樣少啲，自然溝通就會少啲。至於佢個學術咧，咁我都係睇視頻睇翻嚟嘅啫。咁佢一樣嘢即係奇門遁甲係比較犀利啲嘅。咁樣同時咧，我都睇過佢幾個視頻，講過一啲關於啲學術類啦，又或者可以預測類嘅嘢啦，的確係非常之準嘅咁樣嚇。所以其實一樣嘢大家都可以關注下導員嘅。梗係啦，我哋節目揀嘅師傅都係好犀利嘅，係啊，唔可能冇料嘅都可以做導師啊，冇可能嘅，都係好犀利嘅。係啦，嗱。幾叻啊！講翻粵語，大家咪多啲溝通咯。但係佢都唔識講啦嘛。佢都學緊啊。係啊。同我講俾幾廿蚊學粵語，我同佢講冇俾啦，俾我啦，我教佢啦，係咪啊？你是不是聽不懂我們講什麼東西？我們也就粉絲很好奇嘛，很關心你們在節目比賽這個結束之後，你們的生活和工作發生什麼變化？我們的導師先分享吧。你在比賽結束之後發生什麼變化？在比賽之後，對啊，然後當然一樣東西的話，比較多人找我了。那必須的，對。沒有，真正的，只不過剛才所說的是說笑，但是
因为我是以学术研究为主的，就是在我的世界观里面呢，就是我比较喜欢研究一些学术，你好像跟与人的交流啊，或者与人的一些聊天呢，可能这方面我比较欠缺一点。但是通过了这个节目之后，那我就有很多的一些师兄弟，然后他们就会跟我分享一些他们所见所闻，然后也跟我讲到这个世界然后有很多的师傅其实是在外面游历，又或者可能因为由于国情的问题啦，他们可能就是不太出名，然后很多的事情也没办法去公布，但是有很多的一些就是我们更加玄幻我未接触的东西，然后让我开了更大的一个眼界，因为通过这次的一个比赛我也想不到我身边的很多师兄弟有这么多的指引，给到我去看这么多的更玄的一些师傅。没错这方面是我最喜欢的，最大的变化和最喜欢的一个点。对，那日常的那工作该工作，然后该怎么做？找你的人应该多很多多很多，是啊。那我觉得这个法明老师呢，还是谦虚了。就是当他今天过来的时候，据我了解，今天已经服务了10几位客户我觉得他有点谦虚啊。那我想问一下林鹤，就是你比赛结束以后，你的生活和工作有什么变化吗？先说工作吧。先说工作上肯定是要比之前的这个业务量要加剧很多，就找你人更多了。对，其实原来呢，其实就是说句实在话，你够直接的对，其实原来的话，我就是有一搭无一搭的，我想看就看，不想看不看，就是比较随缘。对，但是现在是必须得去，就是不能让别人等得太久，对，不能让别人失望，毕竟你是冠军嘛。对，不能让别人失望，你要对别人负责，对吧？然后再一个是什么呢？生活上其实我觉得生活上其实没有太大的改变，因为生活上我还是以学习为主，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终身学习者，对吧？那甭管说是我在广州能碰着法明老师或者我去香港，我去马来西亚去见别的老师，对吧？我一生都在学习的，我到90岁我也在学习，对吧？所以说我觉得我的生活依旧是以学习作为一个主旋律的成长，对，因为你学习的够多，才能够去帮助更多的人，对吧？那我有一个师傅但他也是广州的师傅，他是教我八字的然后他跟我说过一句话，叫“腹有诗书气自华”。对，什么叫腹有诗书气自华呢？就是你肚子里满腹经纶肚子里全是墨水那你这样，你自然而然你就有气质了，你自然而然你就有自信了，对吧？所以说，我觉得还是要去学习更多的东西。我对于这个东西是最加渴望的，依旧不改初心，还是要去学习生活上没有太多的改变就健身了嘛。那肯定健身也是一种学习锻炼嘛，健身锻炼。其实学习不拘泥于说我就学一个学术我今天学做个菜，我明天学个普拉提，学个健身，对吧？或者我去学一个什么，我学个开车，学个骑摩托车，这些东西都是学习。对，人生嘛，要不虚此行的，是，对吧？刚才在林鹤在讲他的一个成长的时候，有很多人留言他说想问一下你，当时决赛的时候是怎么样猜出哪吒三太子的？这个事儿就很有意思。对，他们都很想了解这个细节，你是怎么样感应到的？其实三太子这个事儿呢，它是2点一点呢是当时法明老师给了我一个法器就是护身的嘛，因为当时我已经被攻击的太惨了，而且刚哭完，我觉得我情绪也不是很稳定，然后呢给了我一个八卦的这么一个阵法来的对，一个八卦的小阵。这个八卦呢，它是中间是有一个凹进去的，八卦当中没有太极的，那所以说这个从八字上讲呢叫太极逢空，甭管是太极逢空还是华盖逢空，在八字学术上来讲就是主玄学、主灵感，对吧？那这个缺的阴阳两仪嘛，对吧？它就是2，所以我当时选的是2号，我非常笃定的选2号。那怎么猜出来三太子呢？2点，第一点，它道生1，一生2，二生3，对吧？那再生的就是3。那首先有一个3出现了，然后再一个呢，就是法明老师当时告诉我说，很多东西你不用一直盯着它看，你看一下，你晃一下，你就知道了，对吧？然后我当时就晃了一下，是一个小孩儿，然后我就一直在脑子里思考，有哪个小孩儿是就是能够哪个小孩是神仙呢？后来一想，三太子不是前些日子有一个电影叫哪吒嘛，对吧？我当时脑子里就想那哪吒了，我说叫三太子脱口而出，对，就脱口而出，结果最后就是三太子
哇，这个我觉得也给大家很多启发。其实要相信自己的直觉，就有的时候其实自己的第一性直觉是准的。对，哇，很多人留言说，我们讲粤语，他们听起来方便了很多。都说嘛，对啊，所以林鹤要加强粤语的学习就是了。对，到时候我们请大家期待，到时候我们3个人做粤语的直播。OK OK， OK， 我还是找一下大师兄聊。好，那有位朋友很有意思啊，他叫 ULYU， 能不能开一个超麻瓜学院，教我们麻瓜通灵？我要第一个报名，开一个超麻瓜学院。其实我们任何一个人呢，其实都可以学习通灵的。但是如果你是完全就认为自己是麻瓜的情况之下呢，我就当你是了。然后其实我们就是要从一些基础的知识开始学习。那我们可以首先呢报一些基础的课程，又或者入道。那当然啦，风水大师兄那边呢是讲得非常好的，然后可以去那边就是首先修个道，知道道，然后再报一个你的这个通灵。然后因为我们要有这个基础知识在里面，先打基础。对，要打基础。你的意思就是说风水教的很基础？不，他是说风水教的很基础。首先我刚才是说入道先，是不是？但是我是法吧，我这边是法，我这边是通灵，是吧？首先大家心中要有道。你是不是说先学风水？老子也是一样东西，我们要学道先，然后我们要走大道啊，对，修道先，然后呢，我们再慢慢的进入修法。这个不是说风水那边怎么样，是我这边如果一样东西的话，开玩笑，不要介意。对 ，OK 啊，没事，我觉得风水也不会介意。人家找您修完法，让我带他们出去玩去，道法玩。对，行，可以。道元老师的粉丝来了，有位叫 NG 后的这位朋友说，道元师傅其实都好有感情的，不比其他2位弱。对，没错，这个我认同。对，因为我跟道元一直做节目嘛，其实我觉得他对于学术的追求是很强的，这个甚至于有点近乎于偏执，近乎于这个对自己是非常严格的。好，然后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我们的观众的评论和留言，我们要跟大家互动一下啊，就是师傅还有其他2位学徒吗？那其实大家可能关心的就是这个立类啦，包括这个像我们的展斌啦，是吧？那其实后续呢，我们也会安排和我们的这个能战队的3位学员和导师一起来做直播。但是因为现在我们是在这个国内在做直播，所以的话，我们未来在马来西亚，我们应该会开一场我们能战队的一个直播因为展斌和立类都是在马来所以的话，他们可能为了直播专程跑一趟，可能有点不方便跟大家解释一下。有人问林鹤结婚了吗？跳过这个吧。私人的生活不要太讨论，你们不要太八卦了，老是问别人结婚了吗？我结婚了，我只能说你们都还有机会好，那继续看一下我们的这个评论区有位叫 Queenie Lane 这位朋友问，为什么超能力学院的比赛总喜欢选在阴气高、多众生的地方进行呢？但比赛内容又不是跟灵体有什么关系的，在这些地方比赛对参赛者实在太过于危险。那法明老师怎么看待这个朋友的建议？这个我觉得是自身能力的问题吧。因为第一，当然了，这种超能力学院，什么叫超能力学院？也就是说，我们会有一些异于常人的一种能力在里面，它这叫超能力，也就他们是通灵。那在通灵的过程当中，也说那个古堡是不是几十万的有形众生在？对。那你怎么保护自己？你怎么不受他们的干扰？其实也是考验学生他们的一种能力所在。对，当然我们这一组呢，也有个，我清明节去看风水没错。对啊，选的这个日子真好。对啊，选这个日子给我们这一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会抽到这一组。因为你们的能力强。那天其实有个小八卦就是展斌他当时上了这个。就是班车呀，然后他的脚上吸了一个水蛭，但是节目组没有拍下来，就是然后当时是有一个摄影的师傅吧，往上是拿那个打火机去给他烧，把那个水蛭就是那蚂蟥吸血的，蚂蟥对吸血的，然后就
我就觉得这个应该就是法明老师之前说的什么重煞重招啊，对吧？请相信科学。对对对，没有，我们就是因为去到那个地方，首先就作为参赛者，因为他要通灵，他要看4维世界，看或者5维、6维世界，那必须要有一个自身的一个法力，一个就是他的通灵能力，同时也有他们自我的一个护体能力。不然的情况之下，那我们怎么帮人家进行这4维、5维、6维进行一个测算，是吧？没有一个自身的保护或自身的隔绝。那他们这个能力，也就是说，只能待在那个原地了。没错。那其实，刚才法明老师从这个，我们挑战或者说我们比赛的角度给我们回复嘛，就比方说我们为什么会选择一些有形众生很多的地方，其实也是给他们参赛选手一些考验。对啊。那其实从我的这个节目制作的一个角度上面来说，其实我们也是想，花了很多的心思和精力去选择一些真的有故事、有一些教育意义，或者说是一些文化历史的这样的一些地方，能够给大家呈现更多的内容。所以呢，我也非常感谢大家能够这么仔细的去看我们的节目，因为我们上面一些小细节大家都看得很仔细，所以是希望大家能够持续关注我们超能力学院的频道，我们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更多更精彩的内容。好，那我看到这个有评论区有一些朋友留言很有意思啊，他说支持只要下一届参赛，就我觉得人贵有自知之明，我还是当好我的主持人就可以了。就是我是一个麻瓜，我也不能通灵，我也不能够算，我也不能怎么样。但是呢，我希望我能够在这个主持的这个岗位上面，能够把更多的欢乐、更多的感动、更多的有趣和知识分享给大家。我觉得我就够了。其他的这个拿什么冠军啊，参加比赛，那是不是我干的事儿？我不是我的这个命运哈。然后我们继续来互动。有位叫 Terry Tong 的这位朋友问啊，就是法明师傅你好，小弟在这个西藏见过高僧圆寂之后出现天空的彩虹，想问一下师傅有没有见过道教大师羽化升天的？暂时我个人没见过。没有见过啊，没亲眼见过，没有这个机缘，对，没这个机缘。那像这种高僧圆寂了以后，它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红光呢？就是彩虹啊，红光。这个是有3维世界，也有4维世界，就不一定在3维世界这边，就是它会有这种感应的。如果真的是有一个人，他是真的修佛修到成功，其实在4维世界，如果有通灵能力、有感知能力的人。那一刻，突然间那个夜晚，它会好像就是你喜欢是烟花的，它会放个烟花，无端端的会出现这种东西。又或者如果你喜欢的可能是一个清风或者什么的，它会按照你最喜欢的模式，然后呈现给你。现在是有人修仙成功了，就是有人渡劫成功了。对，通灵者是会感应到这种大能量的气息的。当然我们有个画家，大家这个名字自己也可以上网去搜一下，有画家，就在前几年他是修仙成功的。谁呀？谁呀？你们可以随便上这个故事吗？因为他是画家，悟懂了很多的一些道理，然后感动了一些就是无数的一些现在的人，他通过画告诉了大家一个生活的乐趣，告诉了大家就是人生的美好，然后的那一刻，他是成功了。在4维世界，我的世界里面是放烟花。就相当于我们在玩那个网络游戏，有人打出来屠龙宝刀了，全世界刷红名，对，有人拿到了这个宝器了，是吧？就在几年前，武器。所以那位画家确实要不后面我们专门做一集这个节目来讲一讲。这个不好讲吧？不是讲这位画家，我们可以分享一下我们不同的修行到不同的境界，它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显现。就是修炼的层次会给大家什么样的一个信号？大家比方说我达到了什么，你刚才说的原因啊，还是什么境界几重天啊等等之类的，我觉得应该很多人好奇的。看一下有没有人好奇？肯定100%，因为在我们这个频道里面2000多位朋友都是对神通很感兴趣的。如果真的有神通，他修到一定级别，又或者是一个正常级别，其实都会感觉到这个4维世界真的有人是修仙成功。这至于我有没有见到那个人，确实我暂时来讲没见到真人。对，好，那我觉得法明老师也是非常这个中肯啊，这些意见
有见到过就见到过，没见到过就没有见到过，是吧？那这个东西就是一个机缘的问题嘛。对啊。OK， 那我们继续来跟屏幕前的这个朋友们互动。有位小信这位朋友问：当林鹤提到上瞳的时候，身体发麻的感觉，我在医院陪老人住院的时候也遇到过。当时我能够看到医院的场景，整个身体是完全动不了的，他自己的身体。那但同时逐渐身体中间是和天眼方向是移动的，那个感觉很害怕。感觉如果我不挣扎，我就醒不过来了。请问这个是上瞳还是元神出窍？那这个呢是好像我们睡觉的时候，我们会很多人都会有的鬼压床。其实我就被压在那边，我都动不了啊，跟这个状况一样。只不过他在清醒，有可能站在那，他也没说站在那还是睡在那，是不是？那很多时候我就很清醒的看到我上面有人，但是我就死我都动不了。而且我的元神有时候我就飘起来的时候，我也会看着我的本体在下面。有时候我的元神可能飘到其他房间。其实这一种的话，你可以叫鬼压床模式，不叫上头，上头不会这样子的，鬼压床啊，也就是说我的元神可能被压住了，也有可能有人强行的要我的身体等等各方面啊。上瞳它是一个童身，它的能力是比较强的，当然我们也会有假童身、真童身，这个也要看，所以如果说这位朋友小信。你想判断一下你是不是真童身还是假童身，可以找到法明的这个法明零距离的频道，联系他的助理，然后去帮你做一个诊断啊。那我们今天晚上的时间也差不多了。其实我觉得聊了这么多，感觉，首先第一个意犹未尽，但是呢，也通过这一次的直播，我们也看到了，并且见证了一个冠军的蜕变的过程。也非常感谢大家一直支持我们的节目和每一位选手。那作为节目的最后，我们让林鹤和法明导师给今天晚上的观众们呢说一句感谢的话，好吗？那先从林鹤开始吧，对吧 ？OK。其实呢，这个我学八字啊，还有风水的一个初衷，这个也是我爷爷跟我一直去探讨的一个问题啊。他的最终目标是什么呢？就是为了让大家去离苦得乐。然后为了能够帮助大家去解决问题，如果说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呢，可以随时找我，我呢也是希望大家可以越来越好的。好，那法明老师有什么想跟大家说的？其实我的人呢比较相信缘，所以其实我相信呢，天地之间呢，其实万物都是有灵，所以当时的那一刻你们也看到我比较喜欢李雷，没错，然后就是因为万物是有灵的，也是由于有你们的倾听。跟大家的信任，然后才会有了这个节目，有了这个意义，更是大家的一种缘分的指引。在超能力学院这一个现场呢，大家的这个无论是晋级还是没有晋级的这个朋友，其实大家能够一起参加同一个综艺，就是一个缘分。包括我们今天晚的直播，有2000多位朋友在全世界各地都在看我们的节目，也是一个缘分。真的非常感谢大家。那同样呢，包括在后续。我们还会有法明老师和我们的风水师兄一起联动的这样的一个直播节目，并且呢，我们法明老师也私下我们有讨论，就定期也会在法明零距离的频道开直播，和大家进行一个分享、互动和这个讲解、答疑解惑。好，那节目的最后呢，再回复一个就是。我感觉是我的粉丝啊，这一晚上就是你们两人粉丝了。那这位 Annie 这位朋友问，他说：“只要你好，上次你与学员选手分享我自己的故事的时候，突然后面那个招牌掉下来了，现有师傅在现场保护，可以分享一下我的故事吗？”那因为可能林鹤应该是知道。在现场我讲我的故事的时候，就拍衍生节目的时候，我知道那个牌子掉下来了。对，我跟玄学相关的一个故事，就我也许有一些朋友他可能歪一个，不能讲这个故事。掉了之后就不能再说了，这个话确实。好了，你可以收起来了，收起来我都收起来。没错。突然掉下来了。那我觉得这个故事呢，不妨留在我自己的频道，到时候开播的时候我再跟大家分享，好吗？就是我是希望大家也能够有一个悬念。你还有自己的频道啊？对，我发现
其实我的粉丝也挺多的，所以我想做一个，做一个自己的频道，然后在我的频道当中能够访问到更多的师傅，能够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文化、更多的欢乐、更多的不同的一些内容，所以也希望大家这个继续支持我，继续关注我啊，感谢大家。好，那我们今天晚上的直播真的是很圆满。那如果大家喜欢林鹤呢，不妨多多关注他的新作品，也记得关注我们节目下一期的动态。本期超能力学院直播就到此结束啦。如果各位观众还有其他的问题想要了解，都可以通过我们的 WhatsApp 官方的 WhatsApp 私信我们会为你一一解答。好，我们下期直播再见，拜拜，好，拜拜。